我从没想过自己还会遇到葛霸天，毕竟从出生那一天，我就知道了自己是这本霸总文里的恶毒女配。根据剧情发展，我会遇到被白月光甩掉的伤心霸总，因为与白月光有几分相似而被霸总挑中。我以为他是真心爱我，而他只是把我当作替身。3年的陪伴抵不过白月光一句我回来了。我不甘心，不断作死，最后成为霸总和白月光的感情助推器，为白月光献血、献眼角膜、献腰子后惨死。所以我从出生那一刻就对自己严加要求，要积极，要向上，要阳光，要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新时代好青年。所以当在我们这个小乡村遇到葛霸天的时候，我已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基层干部，每天扎根乡村，为全面小康而奋斗。我以为霸总不会对这样的我感兴趣了，毕竟按照小说的剧情，我刚读完研究生的时候，白月光就已经回国了。我考上公务员的那年，霸总应该已经与白月光破镜重圆，可他还是对我产生了谜一样的兴趣。他的长腿一伸，修长的手指抓住了我的胳膊。月月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此时我正在和同志们一起开展迁村示范活动，为了方便给老乡家的鸡鸭鹅统一进行疫苗接种，我穿着洗得发白的短袖，头发也潦草地扎起，脸上还挂着一根鹅毛，所以我一抬头就看见了葛霸天眼里毫不掩饰的嫌弃。他嫌我脏，我呸，我在为群众谋福利，就算有汗水也是散发着光辉的汗水，但我还是维持着自己基层干部的基本素养。霸总也是群众，这位同志，你在找人吗？我是这个村的包保干部，如果你有需要可以来找我。这一刻，我的灵魂都散发着为人民服务的光辉。我看着霸总后退一步，踩上了还没来得及收拾的禽类粪便，好心的想要提醒他，可他又伸手将我拉到面前。你和月月长得好像，你是谁？我看着霸总眼里的3分迷茫、3分疑惑和4分难以捉摸，摆正了自己面前象征信仰的徽章。你好，我是麦镇政府的工作人员，我叫王必霸，你就叫我小王同志吧。初中时，我对父母死缠烂打，才改成了这个名字，寓意是避开霸总。可惜还是遇到了，这也侧面说明了封建迷信要不得，只有实践出真知。葛霸天可能被我的名字震惊到了，他几家思索，犹豫着问我，同志，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跟你长得很像的女孩子？当然，我的表姐、表妹，她们都与我长得很像，毕竟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你如果找他们有事，向我说明，我会帮你的。此刻，我手里的扫帚仿佛变成了旗帜，在春风中猎猎飘扬。霸总无语，掏出手机，将一张照片放到我面前。照片上的人浅笑倩兮，穿着一身高定，戴着一颗硕大的钻戒。如果顾月月知道葛霸天把我认成了他，估计会跳脚吧。我还是将照片给现场的乡亲们传阅，在确定大家都没有见过顾月月的时候，遗憾地对霸总说，很抱歉没有帮到你，你可以到镇上去转转。霸总还想要邀请我一同去镇上寻找，我看着渐晚的天色和没做完防疫的鸡鸭鹅，还是婉拒了霸总的请求。虽然我的话说得很圆满，但我还是看到了霸总眼中的弹幕，这个女人居然拒绝了我，救命，这难道是恶毒女配的宿命吗？还好村里的王大娘救了我一命，她亲切地走上前，小伙让一让，踩到鸡屎嘞，这些怪心的，可惜了。霸总难以置信地低下头，眼中的弹幕在此刻当然无存。我看着他落荒而逃，我又挥舞起了手里的扫帚，又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一天啊！我以为有了这次，霸总再也不会来找我了，可是鸡屎没有击碎他心中的执念。他来到单位找我的时候，我正准备去参加民主生活会，看来他还是没有找到顾月月。我正在内心措辞如何能够礼貌地帮助他，他却捏住我的下巴说，你故意长成跟月月相似的样子，是不是为了勾引我？这熟悉的油腻感，这套路的霸总发言，20几年来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作者对霸总人设的追求。但我没有生气，与群众沟通是一名基层干部的基本素养和重要工作。这位同志，我想你对我有一些误会，如果你需要办理业务，请右转前往我单位的办事大厅，那里的办不成事窗口会为您解决问题。但是葛霸天忽略了我的发言，他固执地抓着我，跟我走，我倒要看看你要耍什么花招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压下胸中的怒火，告诉自己这是群众对我的考验。群众是出卷人，而我要做好答卷人，遇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。我还想要继续耐心解释的时候，老书记从天而降，他亲切地问我，小王同志，会议马上开始了，怎么还不到场呀？我尊敬地点头，书记，这位群众有一些问题问我，我马上就去参会。说罢，我再次指了指办事大厅的位置，带着些歉意准备离开。霸总却问我，这个会难道比我还吸引你吗？他的问题触碰到我的神经。我立刻严肃地回答，同志，民主生活会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要环节，是我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途径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我想，作者在塑造葛霸天的时候，应该是缺少了一些政治观念和生活常识。
所以他才会转头抓住老书记的手，霸气地对他说：“把他开除，要多少钱你开价。”书记确实大惊失色，但并不是为他的霸总气质。本来腰身已经有些佝偻的老书记，在这一刻挺直了腰板。他声如洪钟地呵斥道：“这位群众，请你摆正你的位置，收起你的违法发言。你难道想要插手干部的任免吗？”霸总并没有被老书记正气凛然的发言唤醒，他再一次转过头，眼里是3分不屑、3分戏谑和4分嫌恶。没想到你这个女人还有些手段，这就是你的后台。这一刻，入职时的宣言在我脑海中响起。我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回答了葛霸天：“你错了，我是人民的干部，我的后台是人民。”葛霸天走了，但是顾月月来了。这就是男女主总会错过的宿命吗？他找到我时，我正在复盘自己的工作，一身高定裙子，花枝招展地站在有些破旧的办公室里。他毫不客气地坐在了我的椅子上，椅子也毫不客气地发出了吱呀的声音。我有些讪讪，这位群众，不好意思给你带来了不理想的体验。随后内心又为自己的讪讪感到羞耻。穷怎么了？穷就不能为人民服务了吗？我的工作是光荣的。长话短说，你要多少钱才能离开霸天哥哥？果然是女主，不会虽然坐在椅子上有些拘谨，但丝毫不耽误她的霸气发言。我耐心地解释：“同志，你可能误会了，葛霸天只是来找我咨询政策的群众。”顾月月却发出一声轻蔑的笑：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，你长成跟我相似的样子，就是为了勾引他吧？别做梦了，你只不过是我的替身而已。”我真的有些不理解作者设定好的台词就一定要说出来吗？大可不必吧。但我还是要解释，同志，你真的误会了。还没等我的话说完，顾月月就掏出了一张卡拍到我的桌子上，桌子晃了3晃，发出了一声惨叫。这张卡里有1000万，离开霸天哥哥。我看着这张薄薄的银行卡，里面的金额是一个贫困村1年都达不到的收入，是我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。但顾月月轻轻松松的就甩到我面前，为的只是一个可能吸引到了霸总目光的假想敌。我想起村民们淳朴的笑容，他们春种秋收，早出晚归，从播种到收获，亲力亲为。有的老人直到60、70岁还在地里劳作。我问他们觉不觉得辛苦，他们也只是笑着回答我：“这有啥苦的累？不劳动哪里有收入嘛？”这样好的人，他们种出了跟自己笑容一样甜的水果，却因为没有销售渠道，只能以低廉的价格卖给收购商。劳碌1年的收入也只够糊口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想问问天道：人类是不是真的有参差？所以，我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。我将银行卡还给顾月月，她的表示依旧是不可置信。接着，我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递给她。顾小姐要是能帮这个村子脱贫，我就答应你再也不见葛霸天。顾月月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我。然后我掏出有些破旧的计算机，为她算了一笔账。截至目前，村子里的人口数为2489，按照1超过2不愁3保障标准执行，年人均纯收入要超过4000元。这样的话，顾小姐只需要拿出1000万左右就可以了。但是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。第2年顾小姐撤资后，村民可能会继续返贫，也就意味着第2年我就可以与葛霸天见面了。顾月月被我说的一愣一愣，但还是精准地捕捉到了信息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要每年都拿出1000万才行吗？顾月月的眼珠在飞快地转动，我也捕捉到了之间闪过的公式算法以及衡量。半晌过后，她还是表情不太美好地点了点头。那我们签合同。顾小姐，这仅仅是1超过和2不愁呢，后续还有3保障哦。1是义务教育有保障，2是基本医疗有保障，3是住房安全有保障。这样您后续的投入还需要稍等我算一下。我的手在计算机上摁出残影。顾月月的表情越来越烦躁。你就是不想离开霸天哥哥是吧？怎么会呢？我陪着笑脸。其实我还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。说着，我又拿出了一本新的企划。这个方案不仅能减少您的投资，甚至还能赚钱。不仅能赚钱，还能为您积攒功德。这样一举好几得的方法，您一定不想错过。这一天，我和大小姐女主顾月月在老旧的办公室聊到了深夜。看着她哈欠连天，我体恤地跟她约好了第2天继续详谈。第2天下午，迎接顾月月的是我们单位的最高配置老书记，首当其冲，一个箭步冲到了顾月月面前。顾老板你好，我是麦镇政府的书记，久仰大名。我露出标准而欣慰的微笑，看着顾月月被迫握手微笑，最后引着他们进入了会议室。会议室的电子屏幕上闪烁几个红色大字：麦镇招商引资洽谈会。是的，在我为人民服务的这几年，顾月月也成立了自己的集团，老书记为主，招商引资的同事为辅，为顾月月详细地介绍了我们镇的自然资源条件和后续的发展企划。在会议途中，我还穿插进了部分可以为顾氏集团提供的利好政策。一整个下午，顾月月彻底变成了微笑唇，她哈欠连天，眼含热泪，但还是带着微笑不住地点头。就在会议进行了3个小时后，热情好客的老书记拉着顾月月的手，强烈要求带顾月月进行实地考察。
顾月月微笑且礼貌地拒绝了老书记，并且头昏眼花地在合作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。在所有人期待的目光中，他向顾氏集团的财务打去了电话，并且承诺资金将会在7个工作日后到账。顾氏集团驻麦镇的项目团队也会尽快到位。如果审批程序够快，那么项目将在月底开工。整个会议室都沸腾了起来。老书记不再皱眉，招商引资的同事不再掉头发，我也不用再去扫鸡屎，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。我激动地掏出了自己掉漆的保温杯，和顾月月来了一个胜利的 cheers。但是他拒绝了我。在众人欢送他到门口的时候，他终于找回了理智。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。众人闻言，望向我的目光逐渐变得奇怪。在他们3分愧疚、3分兴奋和4分敬佩的眼神中，我挺直了腰板。为了群众，这都是我该做的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穿梭在审批办公室和乡亲们家中。虽然有些忙碌，但是忙碌才是我生活中的主旋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发现了许多自己没有掌握的知识。在周5的例会上，我慷慨激昂地说出了自己的感想。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，文明传承之途，人生成长之梯。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，干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。如果知识不够，眼界不宽，能力不强，就会耽误事。好在项目还是在月底顺利地开了工。我也发扬了实干苦干的精神，坚持在干中学，学中干，做到学思用贯通，知信行统一，不断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和丰富知识的能力。这时的我心里竟然对顾月月充满了感激。要不是他，我也没办法找到这样一个提升自己的渠道。所以我将自己在过程中学到的东西事无巨细地通过微信发给了他。在我的不懈努力之下，他终于把我拉黑了。虽然这给我们的沟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，但我始终坚信年轻人就要直面风险，敢作为。所以我将新总结出的知识和项目情况一起打印出来，寄到了顾月月家。相信我的真诚和努力一定能够打动他。1个月后，我终于收到了第一封回信。我激动地打开信封，上面是几个简明扼要的字：该地址查无此人，顾月月搬家了。好在投资还是到位的，我也没有忘记对顾月月的承诺。这些日子我在多个地点来回穿梭，交通工具也不断的变换，从1步3响的公车到人满为患的城际公交，再到从废品收购站淘回来的2手自行车。我尽量让自己的行踪变得不可捉摸，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和葛霸天碰面的机会。但是该来的还是来了。在踏查项目情况的路上，我被人套上麻袋塞进了车。在车上，我的愤怒到达了顶点。是谁？是谁打断了我为人民服务的步伐？头上的麻袋被摘下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了葛霸天刀削面一般的面庞。虽然我愤怒，但我还没有失去理智。我的心里还牢牢地记着自己对人民群众顾月月的承诺，所以我的手在0.001秒内又把麻袋套回了头上，并用双手死死地抓住麻袋边缘。葛总，有话就这样说吧，他没看见我的脸，应该不算跟我见面。隔着麻袋，我还是感觉到了葛霸天眼中的审视。他竟然用带着宠溺的语气，对着我套着麻袋的头有些深情地说：毕爸，我竟然该死的有些想你了。这一刻我十分感谢麻袋，要不然我一定会对他露出某些不可言说的表情。葛总，我觉得顾小姐是个很好的人，况且我答应了她不再见你的。我又一次解释，还试图挪动身体离她远点。没想到这句话仿佛触碰到了他的神经，他一下退出几步，语气也变得很厉。不可能，月月是最善良的女人，恶毒的女人，你休想挑拨我们的感情。那你找我干嘛呀？对，我是恶毒女配，我现在良心发现要离开了。我一边奉承，一边试图往门边移动，但是却被葛霸天一把抓住了手腕。你休想离开我，就算是恶毒的女人，也只能对我恶毒，不是大哥，你二逼吧。葛霸天应该感谢几年来我对自己的素质教育。我生生地压下了骂人的话，挣扎中还是被他绑在了床角。本该发生在女主身上的强取豪夺情节，左右横挪到了我身上。可我跟女主不一样，她自带光环，不管多久不出现，顾氏集团永远一片大好。脱贫项目就像我的孩子，我还要去紧紧地盯着他。何况包保贫困户家的果子马上熟了，我要是不在，老两口不知道要忙碌多少个日夜才能摘完。半晌，我对着马上就要精神分裂的葛霸天，小心翼翼地说出了我的想法。顾小姐投了1个亿买我离开葛总身边，要不您……话音刚落，葛霸天又一次炸裂。我就知道你勾引我只是为了钱，这样的女人怎么配留在我身边？怎么配跟月月长得相似？他的语气越来越厌恶，我嘴角的笑越来越放肆。终于，他大喊出声：“不就是要钱吗？我给你！”我忙不迭地点头。好嘞，我马上滚。回过神的我终于忍不住摘下了头上的麻袋，映入眼帘的是葛霸天更加放肆的笑容。这就是笑容守恒定律吗？在我脸上消失，就会在葛霸天脸上出现。
这一晚，我被他折腾得精疲力竭，终于在上班之前说动了他加入扶贫队伍，跟我一起进行实地考察。我坐上他的加长豪华版劳斯莱斯，一起向村里出发。窄窄的水泥路上，司机左右横挪，霸气飘逸，然后撞到了村民家的院墙上。果然，只有贫困村能打败霸总。1个小时后，我带着葛霸天爬上山上的最高点，在这里能俯瞰全镇的景象。我意气风发，指着西边的工地，那里就是顾小姐投资的全域旅游项目，游客集散中心已经初步建成了。看着项目的雏形，我心里对顾月月的感激油然而生，不由得感叹：顾小姐真是人美心善，眼光独到，言出必行啊！她的资金总是提前到达，这次合作简直完美。葛霸天的眼神十分复杂，什么时候他在你心中已经这么重要了？我不想插足男女主狗血但又命定的感情戏中，连忙拉着葛霸天向山下看去。山下是辽阔且郁郁葱葱的果园，很多果树上的苹果已经红了，煞是好看。葛霸天似乎没看过这样的景象，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来。我掏出从老乡家偷摘的苹果，用袖子擦了擦，刚要递给葛霸天，司机从后面端出一盒切好的水果。我们总裁只吃进口的。葛霸天也嫌弃地看向我，准备说不。我一把将苹果掰成2半，塞到他嘴里，吃去吧你，然后又换上了完美的职业微笑。这样的苹果，不管是口感还是性价比，都远超你那210盒的进口水果。司机又凑上来打断我，是510盒。我将另一块苹果塞到他嘴里，闭嘴吧你，又切换到温柔的讲解模式。可是因为这些果农没有销售渠道，只能以成本价卖给水果收购商。那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卖？我真的很疑惑，葛霸天是怎么建成商业帝国的？但他是我的甲方，我只能肯定他，鼓励他，引导他。因为没有销售渠道，而且为了尽快地将果子采摘下来，村里的老人孩子甚至金毛犬都要加入采摘的行列。你还记那天说你采到鸡屎的王大娘吗？她已经年近60了，还要整日劳作。可即使这样，他们也只能维持温饱。这样公平吗？葛霸天沉浸在我的话语中，咀嚼苹果的动作变得机械而缓慢，眼神复杂而锐利。在我以为他出现 bug 卡顿的时候，他终于开口了。多少钱？3个亿。只要3个亿，您就能收获一条从采摘到仓储，从仓储到深加工，从深加工到销售的完美渠道。不仅如此，还能收获所有麦镇居民，包括我本人的感恩。这样划算的买卖，只要3个亿呀！我的语调高昂，双眼放光，激动的手紧紧地攥住提前写好的策划案。可惜，葛霸天还是没有彻底失去理智。是我的能力还不够，我在心里暗下决心，还是要加强学习，提高能力。只有勤于学习，善于学习，掌握更多的必备的知识，才能化被动为主动，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，跟上快速发展的时代脚步。只要葛总投资了项目，与我们达成了合作，我就再也没办法逼着您了。我加大马力，心中对自己这样投机取巧的行为而不耻。但是为了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，我拼了。葛霸天不愧是霸总，他并没有被我的糖衣炮弹打倒，而是提出了一个我最不想提及的问题：为什么月月的项目只要1个亿，而我的要3个亿？糟糕，被发现了。秉持着诚实守信的原则，我只能实话实话。我之前答应过顾小姐不再与您见面，所以有2个亿是赔给顾小姐的违约金。葛霸天还在迟疑，我只能掏出最后一个从老乡家偷摘的苹果。在我要塞进他嘴里的前1秒，他果断地喊出了我想听见的答案：我同意。紧接着，他就要抢过我手里的策划案签字。我一个闪身躲过了他动作，变换出了一个恭敬的指引姿势。这样重要的时刻，还是需要在庄严肃穆的环境里才合适。您不妨同我一起到会议室去签。不用，葛霸天皱眉，我在这里签，钱马上到账。不行，我坚定地拒绝。您这样伟大的人，应该接受我们全体工作人员的感谢。说着，我就拉着他往山下走。可惜在葛霸天长手长脚、黄金比例的男主光环下，我还是失败了。他从我身后抢走了那份策划案，看到了上面明晃晃写着的顾氏集团红富士大苹果合作项目，他的脸黑了。我的脸白了。女人，你最好解释一下这件事。我有些狗腿的拍了拍葛霸天衣服上不存在的灰尘。本来是打算跟顾小姐加强合作的，但是她把我拉黑了，所以我在你的心里是选项 E， 是 Plan B， 是你踩在脚下的路人甲乙。这一天，在我热爱的山川之间，葛霸天咬牙切齿的声音反复回响，导致我去帮王大娘摘苹果的时候，他担忧地劝我：呀注意安全，这山里头有野猪。那天好礼赏5，但我还是成功与葛霸天签订了合同。他不愧是男主，竟然细心地将2个亿的赔偿款打到了我的个人账号。看着账户里的钱，我脑海里反复闪过反腐倡廉纪录片里的画面。第二天，我就面色凝重地向组织交代了全部的事情经过。虽然事情有些抓马，但组织还是对我表示了理解，并语重心长地告诉我：小王同志，你的付出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，
好好干，新时代的火炬由你们来传承。火炬能不能传承我不知道，但我很快就要被顾月月扒的内裤都穿不成了。他不知道从哪得知了我跟葛霸天合作的消息，踩着恨天高冲进了办公室。此时我正戴着面具和葛霸天热火朝天地商量着项目的进展。那一瞬间，时空仿佛停止了，我只能听到自己心虚的解释：我没和他见面，我戴着面具呢。这句话并没能阻止顾月月对我的指责和控诉。他义愤填膺，他怒火冲天。在我战战兢兢不知道如何应对时，葛霸天的司机小王在我耳边悄悄地说：毕爸，总裁给了你违约金，虽然但是这2亿能做好多事啊。此刻我的心里只有悔恨。面对诱惑，我没能把持住自己的内心，没能坚守自己的底线，没能做到对顾月月的承诺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我痛定思痛，准备对顾月月进行深刻的检讨和忏悔。但是葛霸天先我一步开口了。我给了他3个亿，可他答应了我。我给了他3个亿，是我先来的。我给了他3个亿，二人陷入了喋喋不休的争吵之中。我只能弱弱地分开二人。请注意，是给项目投资了3个亿，但是男女主并没有理会我。他们的争吵逐渐变质。不就是3个亿吗？我出4个亿。哼，4个亿而已，我出8个亿。这一刻，我深刻地领会到了全国领先的集团到底是多有钱。我也终于说出了那句专属于女主的台词：你们不要为我吵架了啦。首先，我要向顾小姐道歉，是我出尔反尔，但我也向您保证，我与葛总之间绝对只是工作上的交流沟通。其次，不管各位有多少投资，我们都是欢迎的，并没有高下之分。最后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坐下来，好好的聊一聊。毕竟葛氏集团和顾氏集团都是享誉中外的强者，若是能够联手，一定能更上一层楼。二人勉强听从了我的建议，我向他们介绍了项目的进展和未来的发展前景，同时也表达了感谢和歉意。主基调没变，还是要钱，投资肯定越多越好，毕竟这样一个条件优越的地方需要资金的推动，有了资金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，也能获得双赢。后来的日子里，我们3人经常一起探讨，葛霸天和顾月月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。我们的项目发展得很顺利，在第2年的春天，项目建成了。夏天的时候，顾月月投资的旅游项目迎来了第一批游客。我们拼尽全力做好服务，虽然有些不足，但也积极地进行了改正。秋天时，满山的果树丰收，我们不仅开通了鲜果的冷链运输，还发展了罐头、果干等加工链，打造出了一批广受好评的深加工产品。春去秋来，麦镇下了第1场初雪。在这一天，书记喜笑颜开地向我们宣布，麦镇彻底脱贫。话音刚落，我们3人相视而笑，身上无形的束缚被击碎，自我的意识觉醒了。这晚，我们围炉夜话，葛霸天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他是一个总裁，但是年龄越大，他越觉得奇怪。他很困，可总是失眠，只有跟顾月月在一起才能睡个好觉。他笑点很低，可是很难做出微笑的表情，只有跟顾月月在一起后才露出了10年来的第一个微笑。他喜欢喝可乐，但总会不自觉地喝咖啡。他讨厌烟味，可每天都要抽上半包烟。他很饿，但总是没胃口，还有胃病。他有一个总是会在半夜出现的医生朋友，那位朋友医术超群，可以将宫外孕变回宫内，却治不好他的胃病。他的父母虽然有钱，但总是不回家。他以为自己是一个不被爱的孩子，可时至今日，他才知道，他只是一部狗血小说里的男主，束缚他的一切是作者给予他的人设。我心有戚戚然，刚想开口安慰，一旁的顾月月突然猛灌了一口伏特加。他说，其实他力大无穷，但总是柔弱的打不开矿泉水瓶。他聪明积极，不喜欢雌竞，却总是对葛霸天身边的女人控不住的产生敌意。他身手灵敏，是跆拳道冠军，在葛霸天的面前总是会平地摔倒。葛霸天在此时抗议，顾月月娇弱地跌倒在他怀里，他被冲击力撞到胸口，一口血涌上喉头，还不能表现出来，只能油腻地说：“女人，你在惹火。”顾月月一把将他摁在桌下，接着诉苦。他说他是独身主义，却控制不住的娇弱且笨拙地爱上了葛霸天。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向我道歉，其实我知道你很无辜，可我总是控制不住要说出那些话。我笑得释然，说我都能理解，因为我是这本书中的恶毒女配，如此努力，只是为了能平淡正常的活着。最后，站在一旁的司机小王也忍不住加入了我们的行列。他一边喝酒一边向我们诉苦，他其实每天失眠，但不得不早睡早起。他其实很瞧不起葛霸天的霸总发言，但总是狗腿的叫好。他不会开车，但不得不硬着头皮带着霸总四处出差。他想过自由的生活，却不得不当总裁随叫随到的全能手下。他喜欢赚钱，却被困在司机的职位上难以脱身。他们3个人抱头痛哭，原来每个人都在自我催眠，强迫自己接受这一切。一整个晚上，我们喝光了所有人的酒，每个人都醉醺醺的。不知道是谁提议要去找作者抗议，
趁着醉意，我拎着一麻袋苹果，葛霸天提着一大桶可乐，顾月月扛着一个杠铃，司机小王拿着劳动法。我们带着东西浩浩荡荡地出发，踏上了寻找作者的征程。虽然不知道目的地在哪，但是我们在夜风里骑着自行车，靠着导航和问路，还是找到了作者家。走到作者家门口，一对穿着富贵的夫妻正在奋力敲着作者家的房门，嘴里大喊着：“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看看儿子？”葛霸天的酒在一瞬间醒了，他和数年未见的父母抱头痛哭。直到下午，蓬头垢面、眼底乌青的作者终于打开了房门。他哭唧唧地向我们解释网文平台的流量分布，说自己想写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可是完全没人看，说写出的文章只能收到剧情平淡、付费感弱的评价，说自己的心血被人称作废稿，只能以一个极低的价格卖出，说自己为了生活只能去跟风博眼球。最后在我们的要求下，他承诺再也不写词经文。我们4人也为他提供了崭新的灵感和暖心的鼓励。他说以后会致力于担起新使命，擘画新蓝图。后来我收到了提拔的调令，但还是坚守在麦镇，实现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梦想。葛霸天与父母团聚，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顾月月与葛霸天分手，独自美丽，故事集团越来越强大，就连司机小王也辞去了工作，成立了自己的小公司。作者开始认真地写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最终被人看到，成为了爆款。我想，人生或许有很多桎梏，但是每个人都有做自己的能力，没有人天生就是配角。只要脚踏实地，努力向前，都能找回人生的正确打开方式，成为自己的主角。可他还是对我产生了谜一样的兴趣。他的长腿一伸，修长的手指抓住了我的胳膊。月月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此时，我正在和同志们一起开展迁村示范活动。为了方便给老乡家的鸡鸭鹅统一进行疫苗接种，我穿着洗得发白的短袖，头发也潦草地扎起，脸上还挂着一根鹅毛。所以，我一抬头就看见了葛霸天眼里毫不掩饰的嫌弃。他嫌我脏，我呸！我在为群众谋福利，就算有汗水，也是散发着光辉的汗水。但我还是维持着自己基层干部的基本素养。霸总也是群众。这位同志，你在找人吗？我是这个村的包保干部，如果你有需要，可以来找我。这一刻，我的灵魂都散发着为人民服务的光辉。我看着霸总后退一步，踩上了还没来得及收拾的禽类粪便，好心的想要提醒他，可他又伸手将我拉到面前。你和月月长得好像，你是谁？我看着霸总眼里的3分迷茫、3分疑惑和4分难以捉摸，摆正了自己胸前象征信仰的徽章。你好，我是麦镇政府的工作人员，我叫王必霸，你就叫我小王同志吧。初中时，我对父母死缠烂打，才改成了这个名字，寓意是避开霸总。可惜还是遇到了，这也侧面说明了封建迷信要不得，只有实践出真知。葛霸天可能被我的名字震惊到了，他几家思索，犹豫着问我：同志，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跟你长得很像的女孩子？当然，我的表姐、表妹，她们都与我长得很像，毕竟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你如果找他们有事，向我说明，我会帮你的。此刻，我手里的扫帚仿佛变成了旗帜，在春风中猎猎飘扬。霸总无语，掏出手机，将一张照片放到我面前。照片上的人浅笑倩兮，穿着一身高定，戴着一颗硕大的钻戒。虽然与我长得很像，但绝没有我身上的朴实气质。如果顾月月知道葛霸天把我认成了他，估计会跳脚吧。我还是将照片给现场的乡亲们穿越，在确定大家都没有见过顾月月的时候，遗憾地对霸总说：很抱歉没有帮到你，你可以到镇上去转转。霸总还想要邀请我一同去镇上寻找。我看着渐晚的天色和没做完防疫的鸡鸭鹅，还是婉拒了霸总的请求。虽然我的话说得很圆满，但我还是看到了霸总眼中的弹幕。这个女人居然拒绝了我，救命！这难道是恶毒女配的宿命吗？还好，村里的王大娘救了我一命。她亲切地走上前：小伙，让一让，踩到鸡屎嘞，这些怪心的。可惜了，霸总难以置信地低下头，眼中的弹幕在此刻当然无存。我看着他落荒而逃，我又挥舞起了手里的扫帚。又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一天啊！我以为有了这次，霸总再也不会来找我了。可是鸡屎没有击碎他心中的执念。他来到单位找我的时候，我正准备去参加民主生活会。看来他还是没有找到顾月月。我正在内心措辞如何能够礼貌地帮助他，他却捏住我的下巴，说：你故意长成跟月月相似的样子，是不是为了勾引我？这熟悉的油腻感，这套路的霸总发言。20几年来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作者对霸总人设的追求。但我没有生气，与群众沟通是一名基层干部的基本素养和重要工作。这位同志，我想你对我有一些误会。如果你需要办理业务，请右转前往我单位的办事大厅，那里的办不成事窗口会为您解决问题。但是葛霸天忽略了我的发言，他固执地抓着我，跟我走。我倒要看看你要耍什么花招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压下胸中的怒火，告诉自己这是群众对我的考验。
群众是出卷人，而我要做好答卷人。遇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。我还想要继续耐心解释的时候，老书记从天而降，他亲切地问我：“小王同志，会议马上开始了，怎么还不到场呀？”我尊敬地点头：“书记，这位群众有一些问题问我，我马上就去参会。”说罢，我再次指了指办事大厅的位置，带着些歉意准备离开。霸总却问我：“这个会难道比我还吸引你吗？”他的问题触碰到我的神经。我立刻严肃地回答：“同志，民主生活会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要环节，是我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途径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我想，作者在塑造葛霸天的时候，应该是缺少了一些政治观念和生活常识，所以他才会转头抓住老书记的手，霸气地对他说：‘把他开除，要多少钱你开价？’书记确实大惊失色，但并不是为他的霸总气质。本来腰身已经有些佝偻的老书记，在这一刻挺直了腰板。他声如洪钟地呵斥道：‘这位群众，请你摆正你的位置，收起你的违法发言。你难道想要插手干部的任免吗？’霸总并没有被老书记正气凛然的发言唤醒，他再一次转过头，眼里是3分不屑、3分戏谑和4分嫌恶。没想到你这个女人还有些手段，这就是你的后台。这一刻，入党时的宣言在我脑海中响起。我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回答了葛霸天：‘你错了，我是人民的干部，我的后台是人民。’